今天我們來聊一個被刻意抹去的名字，他曾經是整個中國最有聲望的學者，是幾代年輕人心中的精神燈塔，是北京大學的校長，是新文化運動高高舉起的那面旗。可是在他離開人世之後的漫長歲月裡，他的名字在大陸幾乎被一筆勾销，他寫的書被當成毒草封存，他的思想被动员了一场前后長達9年的全國大批判，而親自把他列进名单，下令清算他的人是毛泽東。最讓人脊背發涼的是，早在70、80年前，當絕大多数中國人還沉浸在一個嶄新世界即将到來的憧憬裡時，這個人就已經把今天的中國一字一句預言得清清楚楚。他到底說了什麼，竟讓那位開國領袖恨他入骨，恨到要動用整個國家機器去抹掉他留下的每一道痕跡。他的名字叫胡適。讓我們先把鏡頭拉回此刻，拉回你我身邊。今天的我們，無數普通人正承受着降薪、失業、負債的3重重壓，為了一口飯疲於奔命。而比煤錢更沉的是壓在心口的那一層精神枷鎖，他從來沒有一刻真正卸下過。在大學的講台上，教授不敢點評時政，在小小的手机熒幕背後，網民不敢去碰那條看不見卻又真實存在的紅線，稍有不慎，輕則刪帖封號，重則被人舉報，被請去喝茶。我們學會了沉默，學會了自我審查，學會了在開口之前先反復掂量每一個字的後果。可你有沒有在某個深夜裡想過，這樣一種活法究竟是從哪一天開始的，又是被誰早在多少年前就精準地預見到了？這個問題的答案就藏在胡適身上，而要真正讀懂他，我們得先回到那個風雲激盪的年代。胡適生在1891年安徽绩溪一個普通的士绅家庭，他原本的名字叫胡鴻興，後來給自己取了個字叫適之，這個適字取的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意思。在他少年時，西方的達爾文學說正像潮水一樣湧進中國，一個古老的帝國正在崩塌，無數年輕人都在問同一個問題：我們這個民族到底還能不能活下去？又該怎麼活下去？胡適的父親早早去世，是寡母含辛茹苦把他拉拔大，母親給他立下的規矩極嚴，可也正是這位不识多少字的母親，讓胡適一生都保有一種溫厚和克制。1910年，19歲的胡適考取了庚子賠款的官費留學生，漂洋過海去了美國。他先在康奈尔大學學农，可他很快发現自己對種地實在沒有興趣，於是轉到哥倫比亞大學，拜在大哲學家杜威的門下，一頭扎進了實用主義。實用主義這4個字聽起來枯燥，可他教給胡適的東西影響了他一生，也差一點改變了整個中國的命運。杜威告訴他，世上沒有什麼一劳永逸的終極真理，沒有什麼放之四海皆準的萬能藥方，真正可靠的是把每一個籠統的大問題拆成一個一個具體的小問題，然後拿出證據一點一點地去解決。這就是後來胡適掛在嘴邊的那句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大膽地去設想各種可能，再小心翼翼地去找證據驗證，錯了就改，對了就走，永遠保持懷疑，永遠不迷信權威。這套方法的核心其實只有4個字：獨立思考。胡適一生反復對年輕人說，做學問要在不疑處有疑，待人要在有疑處不疑。一個人能不能獨立的去懷疑、去求證、去判斷，這在他看來比學會任何一門具體的知識都更重要。1917年，胡適回國了，被聘為北京大學的教授。那一年他才26歲，可他一進北大的門，就在《新青年》雜誌上扔下了一顆重磅炸彈，一篇叫做《文學改良刍議》的文章。他主張用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主張寫文章不要无病呻吟，不要模仿古人，要說人話，要寫真情。這在當時是石破天驚的。要知道，幾千年來，文言文是讀書人壟斷知識的一道高牆，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自然也就被擋在了文化的大門之外。胡適這一炮，要的就是把這堵牆轟開，讓知識走進尋常百姓家。緊接着，他又出版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白話詩集，叫做《常侍集》。從此，現代中國人說的話、寫的字，都帶着胡適當年點燃的那一把火。
一時之間，他成了整個青年中國最閃亮的偶像，全國的學生都以能說一句"我的朋友胡適之"為榮。朋友們，你可能覺得這些離我們很遠，可你有沒有想過，此刻你正在說的話，正在讀的這篇文案，正在手機上敲出來的每一個字，用的都是白話文。我們今天能夠輕輕鬆鬆地把心裡想的直接寫成紙上看的，不用先在腦子裡翻譯成一套知乎者也，這件事在100年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是胡適那一代人把幾千年壓在普通人頭上的那道文字高牆，一塊磚一塊磚地拆了下来。從那以後，認字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思想不再被鎖在文言的密碼裡。可以說，我們每一個能讀書看報，能在網絡上自由表達的普通人，都欠着胡適那一代人一份情。這就是為什麼當我們今天重新講起他，會覺得格外親切，因為他改變的不是書本裡的某一個概念，而是我們每一個人開口說話的方式。可胡適留給後人的還遠不止一種新的文字，他真正想交到每個中國人手裡的是一種新的腦子，一種新的看世界的方法。這個方法他用10個字就講完了，叫做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意思是說，面對任何一個說法，任何一個權威，任何一個听起来天花亂墜的承諾，你都可以大膽的去猜，但更要小心的去查證據。沒有證據的話，再动聽也不能輕易就信。拿證據來，這4個字是胡適一輩子的口頭禪。你看，這不就是我們今天天天掛在嘴邊的那一套嗎？不信謠，不傳謠，凡事多問一個為什麼，多查一個是不是真的。一個社會裡，但凡多幾個會這樣獨立求證的人，騙子就少幾分得逞的機會，謊言就少幾分傳播的土壤。胡適深知，一個不會獨立思考的民族，是最容易被人牽着鼻子走的。無論牽着他的是迷信，是謠言，還是某一種許諾了天堂的主義。那時的胡適給年輕人開的藥方，不是要他們去為哪個團體犧牲，而是要他們先把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他極力推崇挪威戲劇家易卜生筆下那種健全的個人。他說，你要想着，這個社會最大的罪惡，就是把人鑄造成了一個一個沒有自我的奴才。所以一個人最大的責任，是先把你自己这塊材料鑄造成一個有用的東西。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多救出一個有獨立人格的人，社會就多了一分得救的希望。這套健全的個人主義在當時點燃了無數青年的心。可諷刺的是，也正是這套以個人為起點的思想，後來成了那個強調集體至上的時代最不能容忍的東西。可就在這片轟轟烈烈當中，一條看不見的岔路悄悄出現了。那是1919年，胡適和他在北大的同事李大钊發生了一場著名的爭論，史稱問題與主義之爭。當時俄國的10月革命剛剛成功，一種全新的主義正帶着解決一切問題的誘人承諾席捲全世界，也席捲了中國的知識界。李大钊他們認為，中國的問題太深太重，靠一個問題一個問題慢慢去解決根本來不及，必須引進一個徹底的主義，來一場根本性的革命，把舊世界整個推翻，重新再造一個全新的世界。而胡適卻在文章裡苦口婆心地寫下了那句話：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胡適為什麼這麼說？因為在他看來，任何一種號稱能包治百病的主義都是危險的。它聽上去越完美，越誘人，就越容易變成一塊遮住眼睛的布。當一個人相信自己已經掌握了能解決一切問題的終極答案時，他就會慢慢失去懷疑的能力，失去獨立思考的能力。他會把所有不同的意見都看成阻礙，把所有反對他的人都看成必須清除的敵人。胡適擔心的從來不是哪一個具體的主義，而是這種把無比複雜的世界硬生生簡化成一句口號，再用這一句口號去裁決一切的思維方式。他預感到，一旦這條路真的走下去，等待中國的恐怕不會是天堂，而很可能是另一種更加可怕的東西。這場爭論在當年看起來只是2個學者在報紙上的一場筆墨官司，可今天我們回頭看，這分明就是擺在整個民族面前的2條道路。一條路是胡適的路，獨立思考，一步一步
自覺改良，承認人會犯錯，所以永遠給不同的意見留一條活路。另一條路是革命的路，相信只要找到一個正確的主意，就能解決所有問題。相信只要把舊的徹底砸爛，新的天堂就會自動降臨。歷史最終選擇了後一條路，而胡適就這樣站在了那條被選中的道路的對立面。他不是輸在了道理上，他是輸在了那個渴望速成、渴望畢其功於一役的時代情緒上。到了1929年，胡適又做了一件讓他幾乎得罪了所有人的事。他在《新月》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我們走那條路》。在這篇文章裡，他提出了一個極其大膽也極其不討喜的判斷，他管它叫五鬼鬧中華。當時幾乎所有人都在說，中國之所以積貧積弱，受盡西方列強的欺凌，根子全在帝國主義的侵略，在封建勢力的壓迫。可胡適偏偏反過來說，他說真正拖垮中國的不是外面那些看得見的敵人，而是盤踞在我們自己身體裡的五個惡鬼。這五個鬼分別叫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他說是這五個鬼攪得整個民族不得安寧。第一個鬼是貧窮，幾億人掙扎在溫飽線上。第二個鬼是疾病，缺醫少藥，瘟疫橫行。第三個鬼是愚昧，絕大多數人沒有受過教育，迷信盛行。第四個鬼是貪污，大大小小的官吏層層盤剝。第五個鬼是擾亂連連的兵荒馬亂，誰也別想安生。胡適這話等於是把矛頭從外面硬生生調轉了回來，對準了中國人自己。他主張要救中國，第一步不是去打倒哪個外敵，而是先老老實實地一步一步的自覺地去改革，去把這五個鬼一個一個地降服。他特別強調，這些深入骨髓的毛病絕不是靠一場暴力革命，靠把誰打倒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就能解決的。這篇文章在當年招來了無數的罵聲，激進的人罵他軟弱，罵他替帝國主義開脫，罵他不敢革命，是改良主義的尾巴。連魯迅都專門寫文章諷刺他，說胡博士玩的這套五鬼鬧中華，無非是想說，這世界上根本沒有什麼帝國主義在侵略中國，倒是中國自己該着貧窮，該着愚昧。可是請你靜下心來，認真想一想，將近100年過去了，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個鬼今天就真的被降服了嗎？我們花了幾十年，砸爛了一個又一個舊世界，發動了一場又一場運動。那五個鬼是被一步一步的改革馴服的，還是被一場又一場的革命餵養得更加肥大、更加狡猾了？尤其是那第4個鬼貪污，那第5個鬼擾亂，今天他們是消失了，還是換上了一身更體面的衣裳？胡適在1929年提出的這個問題，到了今天，依然像一根針扎在每一個願意思考的人心上。時間來到抗戰，1938年，國難當頭，胡適臨危受命，被任命為驻美大使，放下書本，走進了政治。他為了爭取美國的援助，四處奔走演講，鞠躬盡瘁。1942年卸任之後，到了1946年，北大復校，胡適出任校長。從1917年第一次走進北大的大門，到這個時候，他在這所學校已經斷斷續續服務了將近30年。北大是他一生最深的牽掛，也是他理想中那個獨立自由的學術殿堂。也正是在這幾年裡，胡適寫下了他一生中最具預言性的文字。1947年7月，他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做《兩種根本不同的政党》。在這篇文章裡，他冷靜地近乎冷酷地告訴所有人，這個世界上存在着2種完全不同的政黨。一種是英美西歐那樣的政黨，他們承認自己的對手，接受監督和批評，輸了選舉就老老實實地下台，等下一次再來。而另一種是俄國的共產黨，是意大利的法西斯黨，是德國的納粹黨。對於這第2種政黨，胡適下了一個極其精準也極其大膽的判斷。他說，這種政黨的目的是一黨專政，在還沒有奪到政權的時候，他們會不惜用任何方法去取得政權，而一旦夺到了政权之後，他們又会不惜用任何方法去巩固政權，霸住政權。他說，這種政黨絕對不承認
也絕對不容許任何反對黨的存在。在他們的眼裡，一切反對的力量都是反動，都必須被徹底的肅清、鏟除，干干淨淨。唯有這樣，才能鞏固那一黨永久專政的權利。朋友們，請你把這幾句話再慢慢讀一遍。這可是1947年寫下的字啊！為了奪取政權，可以不惜用任何方法，得了手之後，再不惜用任何方法霸住政權，不容許任何反對的聲音存在，把一切反對都打成反動，必須徹底肅清、鏟除。胡適在70多年前寫下的這一段話，難道不正是後來幾十年裡，我們親眼看着一幕又一幕輪番上演的劇本嗎？從反右到大躍進，再到後來那場長達10年的浩劫，一切的反對者，一切被認為不夠忠誠的人，是不是都被当成了反動，遭到了肅清？胡適不是在算命，他甚至沒有用任何神秘的預測，他只是憑着一個獨立思考者那顆清醒的頭腦，憑着對人性和對權力的透徹理解，把這種政治機器運轉的內在邏輯提前幾十年原原本本地給我們講明白了，這才是真正的預言。可惜在那個年代，沒有幾個人聽得進去。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1948年的冬天，平津戰役打響，人民解放軍把北平圍成了一座孤城。城裡的胡適站在了他一生中最重大的一個十字路口，走還是留？那是一個無數中國知識分子都必須做出抉擇的歷史關口。有人選擇留下，去擁抱那個被許諾的新世界，也有人做出了最決絕的選擇。就在共產黨佔領東北不到10天，曾經替蔣介石撰寫了20年文告，被譽為領袖文膽的報人陳布雷在寓所裡服藥自盡。有人說他是迅捷，有人說他是施劍，也有人說他是以身報國。在那個天翻地覆的大時代裡，每一個讀書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為自己，也為心目中那個未來的中國做出選擇。而留下胡適的誘惑是巨大的。其實早在這之前，中共方面就一直在向胡適伸出橄欖枝。胡適在上海中國公學當校長時，最得意的學生吳晗先後2次登門拜訪老師，轉達了上面的意思。吳晗對胡適說：“老師，只要您不走，留下來可以讓您繼續當北京圖書館的館長，這是何等的禮遇！一個剛剛打下江山的政權，主動向你伸出手，許你高位，留你的名望。”可胡適聽完，只是平靜地反過來勸他這個學生不要相信共產黨的那一套。師徒2人最後不歡而散。差不多在同一個時候，另一位北大的大教授季羨林也親身經歷了極為相似的一幕。有一天，季羨林到校長辦公室去見胡適，忽然有人走了進來，告訴胡適說，解放區的廣播電台昨天夜裡有一段專門播給胡適的廣播，勸他千萬不要跟着蔣介石集團逃跑，將來可以讓他繼續當北京大學的校長，還要兼任北京圖書館的館長。校長加上館長，這幾乎是把整個北平的文脈都許給他一個人了。可胡適聽完之後，既沒有激動，也沒有絲毫的歡喜，他只是異常平靜地微笑着說了一句：“他們要我嗎？”短短的4個字，他們要我嗎？這4個字裡藏着一個獨立知識分子最深的清醒。他比任何人都明白，這所謂的禮遇，要的根本不是他這個人，要的是他這一塊金字招牌，要的是他能為那個新政權帶來的合法性。而一旦他這塊招牌被高高的掛了上去，他自己那個能獨立思考、能說真話的胡適也就將永遠的消失了。他寧可什麼都不要，也絕不肯拿自己一生堅守的那點獨立去換一個館長的虛名。這是胡適和那個時代最根本的分歧。在那個年代，太多的人願意用獨立去換取安穩，去換取榮華，可胡適不肯。最終，胡適做出了選擇。1948年12月，蔣介石親自部署了一個搶救大陸學人的計劃，派出飛機，冒着炮火，要把第一流的學者接到南方去。在那一份搶救名單上，排在第1位的就是时任北大校長的胡適。12月15日，胡適登上了飛機，和他同機的還有大史學家陳寅恪。臨走之前，胡適給留在北大的同仁留下了幾句後來流傳極廣的話。他說，在蘇俄
有麵包，沒有自由；在美國，又有麵包，又有自由。而他們來了，沒有麵包，也沒有自由。這就是著名的麵包與自由。在當年，很多人都覺得胡適這話說得太刻薄，太偏激，簡直是崇美崇到了骨子裡。畢竟，後來的幾十年，中國人沒有餓死，還一步步活成了世界第2大經濟體，麵包看起來是越來越多了。所以有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拿這句話當笑話，說你看胡適預言錯得多離譜。可是，當我們站在今天重新回望這一句話，你會不會品出一種徹骨的滋味？麵包這個東西，在不同的年代有着不同的模樣。在物質匱乏的年代，它是糧票，是飯碗；而到了今天，當降薪、失業、負債重新壓上每一個普通人的肩膀，當那麼多年輕人連一份穩定的工作都求而不得，當大廠裁員、中年失業成了茶余飯後最沉重的話題時，麵包是不是又重新變回了一個讓人焦慮的問題？至於自由，那一層精神的枷鎖，從胡適離開的那一天起，到今天，究竟是鬆開了，還是越收越緊了？這句被嘲笑了幾十年的話，會不會其實只是說早了，而不是說錯了？胡適走了，可他和那個新政權之間的故事並沒有結束，恰恰相反，真正慘烈的清算才剛剛開始。胡適前腳剛走，後腳就被定了性。1949年1月，在一封慶賀淮海戰役勝利的電文裡，毛澤東親自點了胡適的名，把他和蔣介石等人並列歸進了戰爭罪犯、頭等幫兇的行列。一個一輩子沒有打過一場仗、沒有開過一槍的讀書人，就這樣被結結實實地貼上了戰犯的標籤。到了1949年8月，毛澤東又寫了一篇文章，叫做《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在這篇文章裡，他再一次點名胡適、傅斯年、錢穆，說這幾個人是被帝國主義和中國反動政府所能控制的極少數的知識分子，其他的讀書人都覺悟了，都倒過去了，唯獨這幾個冥頑不靈。毛澤東為什麼對胡適如此地耿耿於懷？這背後其實還藏着一段很多人都不知道的舊事。讓我們把時間再往前撥30年，撥回到1918年的北大。那一年，一個從湖南鄉下來的年輕人，經人介紹，在北京大学的圖書館裡找了一份助理員的差事，每個月的薪水是8塊大洋。這個年輕人就是25歲的毛澤東。當時的他只是個籍籍無名的圖書管理員，每天的工作是登記那些來看報的人的名字。而那個時候的胡適已經是名滿天下、众星捧月的大教授了。年輕的毛澤東心裡是充滿了對知識的渴望的，他很想去結交，去請教這些他仰慕已久的學界巨子。他也去旁聽過課，去參加過社團。可是後來，毛澤東親口對美國記者斯諾講過一段話，他說，那些大人物們根本沒有時間來搭理他這樣一個操着濃重南方口音的小小的圖書管理員。你看，命運就是這樣奇妙，又這樣殘酷。一個是高高在上的偶像，一個是被冷落的小職員。30年後，當年那個被輕視的圖書管理員成了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領袖，而那位曾經众星捧月的大教授則成了他名單上的头等戰犯。當年那一點點被忽視的隱痛，加上後來在道路選擇上的根本對立，讓胡適這個名字成了毛澤東心裡一根難以拔除的刺。可是真正讓毛澤東動用整個國家機器去清算他的，絕不僅僅是這一點個人的恩怨，更深的原因是胡適所代表的那一整套東西：獨立思考、個人自由、懷疑精神、容忍意見，恰恰是新政權最不能容忍的東西。一個要求所有人思想都統一到一個調子上的政權，絕對不能容許。還有人記得，曾經有那麼一個叫胡適的人教過大家要獨立的去思考。於是從1951年開始，一場声勢浩大的批判胡適思想運動在全國鋪開了。這場運動要的就是徹底的清除胡適這個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流毒。一時之間，批判會開了不計其數，批判的文章像雪片一樣飛舞，
全國的報刊上鋪天蓋地，全是聲討胡適的聲音。從他的哲學，到他的文學，到他的《紅樓夢》研究，到他的歷史考據，凡是他碰過的領域，無一不被翻出來，狠狠地批倒批臭。組織上甚至把這些批判文章編成了厚厚的一整套書，叫做《胡適思想批判》，整整8大冊。一大批和胡適沾親帶故的學者，比如《紅樓夢》專家俞平伯，都被牽連進來，挨個批鬥。曾經那個全國學生都引以為榮的我的朋友胡適之，幾乎在一夜之間變成了一個人人喊打，誰沾上誰倒霉的瘟神。那麼身在大洋彼岸的胡適是怎麼看待這一切的呢？他的反應出奇的平靜，甚至還帶着一點知識分子特有的幽默和驕傲。他說，我大概是全世界唯一一個把這8冊胡適思想批判從頭到尾全部讀完的人。他的學生唐德剛曾經半開玩笑地問他，老師，這裡面難道就一點學問，一點真理都沒有嗎？胡適回答了一句直戳要害的話，他說，沒有學術自由，哪裡還談得上什麼學問？後來大陸又有人輾轉帶話給他，說我們是尊重胡先生您的人格的，我們反對的不過是胡適的思想罷了。胡適听完哈哈大笑，他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無法反駁的話，沒有了胡適的思想，哪裡還有什麼胡適？這句話真是說到了根子上，一個人的思想就是這個人本身，你說你尊重他的人格，卻偏要消滅他的思想，這本身就是一個天大的笑話。而胡適一生最堅持的那個思想，恰恰就是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獨立思考、自由表達的權利。當這個權利被剝奪了之後，剩下的就只是一具沒有靈魂的軀殼罷了。一個政權可以批倒一個人的肉身，卻為什麼要如此恐懼一個人的思想？答案很簡單，因為那思想裡藏着他最害怕的2個字：自由。其實早在這場大批判正式展開之前，胡適就已經用一件親身經歷的事，又一次親手驗證了他自己的預言。1949年，一位和他私交極好的老朋友，曾經當過輔仁大學校長的大史學家陳元，突然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封寫給胡適的信，勸他要正視現實，要趕快轉向人民這一邊來。胡適拿到這封信反反复复地讀，心裡卻充滿了懷疑，因為他實在太了解這位老朋友了。這封信的口吻，這封信的措辭，根本就不像是陳元自己會親口說出來的話。胡適後來說，這封信能證明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恰恰就是在共產黨的統治之下，是絕沒有什麼學術自由可言的。你想想看，一個一輩子安安靜靜做學問的老人，到了最後，連寫一封私人信件的自由都沒有了，連說一句自己真正想說的話的權利都沒有了。這難道不就是胡適早就預言過的那一架機器全力運轉起來之後必然會碾出來的結果嗎？他甚至專门寫了一篇文章來回應這件事。那篇文章的標題直截了當的讓人心驚：共產黨統治之下絕沒有自由。一個還在大陸的老朋友，用一封身不由己的信，替遠在海外的胡適把這個殘酷的預言又一次蓋上了戳。然而，這場批判運動裡最讓人心碎的還不是這些，最讓人心碎的是一場發生在胡適自己家裡的人倫悲劇。胡適有2個兒子，小兒子叫胡思杜。1948年那場去與留的抉擇裡，胡思杜拒絕跟父親一起走，他選擇了留在大陸。胡適這個人有一個一生堅守的信念，對待同事也好，對待家人也好，你只能跟他講道理，只能勸，絕對不能命令。所以他沒有強迫自己的兒子。他的夫人江冬秀給小兒子留下了一些細軟，就跟着父親南下了。據說後來在南京有老鄉問起胡思杜的近況，江冬秀的眼圈一下子就紅了。胡適在一旁沒好氣地說了一句：哭什麼？他會後悔的。這短短的一句話裡藏着一個父親多麼深的無奈和多麼深的苦悶。胡思杜留在大陸，起初進了華北人民革命大學去學習，可是等到批判胡適的運動一起來，作為胡適的親兒子，他立刻就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他必須表態，必須和自己的父親劃清界限。於是胡思杜在報紙上公開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對我父親胡適的批判》。在這篇文章裡，他用最激烈的語言指責自己的父親是反動階級的忠臣，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是人民的敵人。他甚至寫道，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最後他公開宣布和父親斷絕父子關係。一個兒子被逼着用這樣決絕的話去指控生養了自己的父親，這是何等的殘忍，又是何等的悲哀。可更可悲的是，胡思杜以為只要他批判了父親，劃清了界限，表足了忠心，他就能換來安全，換來那個新世界對他的接納。他積極地上交了父母留給他的財產，說這些東西他用不着了。他一次又一次地申請入黨，因為表現得實在積極，他被分配到了唐山鐵道學院去教馬克思列寧主義。看起來他似乎真的為自己掙來了一條活路。可是他錯了，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他相信了他父親早就警告過所有人的那一套是可以靠順從來躲過的。他以為把自己變成一顆最聽話的螺絲釘就能換來活路。他不知道，在那一架不容許任何雜音的機器面前，順從從來都不是免死的金牌。1957年，反右運動來了。當時上面號召大家給領導提意見，這叫做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心想要入黨的胡思杜哪裡知道，這其實是一場大運動的前奏。他天真的、積極的給自己學院的領導提了一些關於教學改革的建議，就是這幾條再普通不過的建議，瞬間就變成了砸向他自己的石頭。學院立刻把他打成了右派，說他是在向黨進攻，是妄圖奪取學校的領導權，並且又一次把他那位遠在美國的父親胡適拉出來陪綁，父子一起批鬥大會開了一場又一場，最終在無邊無際的絕望裡，1957年9月21日，胡思杜上吊自殺了。死的時候他只有36歲。他死後，單位通知了他平時來往最多的一个堂兄，叫胡思孟，讓他來唐山一趟。胡思孟趕到的時候，看見的是滿院子的大字報，有批判胡思杜的，也有批判胡適的。組織上告訴他，胡思杜是畏罪上吊。胡思孟想把堂弟留下的那份遺書帶走，可人家不肯，只讓他抄了一份。最後，胡思孟和幾個人在郊外挖了一個坑，把這個年輕人草草地埋了。胡思杜這一生孤苦伶仃，他到死都沒有結婚，因為一聽說他是胡適的兒子，就沒有哪一個姑娘敢嫁給他。他生前唯一的伴是一隻波斯貓，他把那隻貓養得毛色油亮，眼睛很漂亮。後來他落了難，那隻波斯貓也跟着成了流浪貓，跟在一群野貓的後面，一身的毛都打了結。再後來，人們在一條河裡發現了那隻波斯貓的屍體。朋友們，你慢慢的品一品這個結局。一個兒子為了活命，違心的批判、出賣，甚至公開宣布斷絕了自己的父親。他做了那一架機器，要求他做的一切，他把姿態放到了最低最低。可結果呢？他還是被那一架機器毫不留情地碾成了齑粉。這不正是胡適一生苦苦警告我們的那個邏輯嗎？一切反對的力量都必須被肅清、鏟除。可是到了最後，那一架機器要鏟除的早已不只是反對者了，他連那些已經跪下來主動交出了靈魂的順從者也一樣不肯放過。胡思杜用他年輕的生命給他父親那個70多年前的預言做了一個最慘烈、最無可辯駁的注腳。而身在海外的胡適，一直到1958年才從旁人的口中隱隱約約地聽到了小兒子已經不在人世的消息。可是因為消息的封鎖，他一直到死都沒能確認兒子究竟是怎麼走的，又是哪一天走的。一個父親連自己孩子的生死都無法知曉，這一份痛他又能向誰去訴說？要知道，就在胡思杜自殺之前不久，1957年胡適在美國立下的遺囑裡還清清楚楚地寫着，如果自己身後留有遺產，
要分給夫人江冬秀，還有2個兒子胡祖望和胡思杜。在那個父親的心裡，那個曾經批判過他和他斷絕了關係的小兒子，永遠都是他的孩子。他從來沒有恨過他一分一毫，因為他比誰都清楚，把自己的兒子逼成這個樣子的根本不是兒子，而是那個吞噬一切的無情的時代。說到這裡，我們再回過頭來問那個最開始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麼最恨胡適？現在這個答案已經漸漸清晰了。毛澤東恨胡適，並不是恨他這個人有多壞，恰恰相反，毛澤東自己也承認過胡適的才華。他在晚年的時候，甚至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到了21世紀，是要替胡適恢復名譽的。你看，連他自己心裡都是明白的。毛澤東真正恨的是胡適所代表的那一條最終沒有被中國所選擇的道路。胡適這一輩子，從問題與主義之爭，到五鬼鬧中華，再到2種根本不同的政黨，他翻來覆去講的其實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不要去相信任何一個許諾能解決一切問題的主義，要永遠保持獨立的思考，要給不同的聲音留下一條活路，要靠一點一滴的緩慢的改良，而不是靠把整個舊世界徹底砸爛的爆裂革命。這一整套東西對於一個要把全國人民的思想都統一到一個主義之下的政權來說是致命的。因為只要還有人記得要獨立思考，只要還有人記得要容忍意見，只要還有人記得权力是需要被監督的，那麼那一架要求絕對統一的機器就永遠無法真正的嚴絲合縫的運轉下去。胡適就是那一顆讓機器無法完美運轉的小小的沙子，所以他必須被抹掉，他的思想必須被當成毒草，連根拔起。這已經無關乎個人的恩怨了，這是2種根本不同的活法，在做一場你死我活的较量。那麼輸掉了那一場较量的胡適，他的後半生又是怎麼度過的呢？離開大陸之後，胡適在美國寂寞地住了9年。他做過普林斯頓大學東方圖書館的館長，一個曾經呼風喚雨、喜歡熱鬧的人物。晚年在異國他鄉過得相當地冷清，但他始終沒有放下他的信念。早在1949年，他就和一群有着自由理念的朋友一起辦了一份雜誌，叫做《自由中國》。他想用这一份刊物去探討，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自由究竟還能不能實行。可是胡適的故事裡還有一個我們不能回避的複雜的部分。胡適這一生最看重的2個字是容忍。他晚年給已經和他分道揚鑣的老友陳獨秀寫信，反覆地講一個道理：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的意思是說，一個社會要想擁有自由，最關鍵的不是去爭，而是掌握權力的那一方。那些佔據着強勢地位的人，要學會去容忍那些和自己不一樣的聲音。沒有容忍，就絕不會有真正的自由。可是到了他自己晚年，當那份他親手創辦的《自由中國》因為言論觸怒了當局，主持人雷震被當局抓捕入獄的時候，年邁的胡適雖然表示了反對，卻也終究沒能掀起多大的風浪，沒能把自己的老友從牢裡救出來。我們今天講胡適，不是要把他捧成一個毫無瑕疵的聖人，他有他的局限。他晚年面對強權時的那份無力，他的溫和有時候甚至顯得有些軟弱。可正因為如此，他才更真實。他不是神，他只是一個在那個最瘋狂的年代裡努力的想要守住一點獨立、一點理性、一點人性溫度的普通讀書人。也正是這樣一個並不完美的胡適，才讓他那些清醒的預言顯得格外珍貴。因為能在眾人皆醉的時候獨自保持那一份清醒的，從來都不是什麼天降的聖人，而恰恰是這些會猶豫、會無力，卻始終不肯放棄獨立思考的平凡的人。最能體現胡適這個人風骨的是這樣一件事：當時的台灣還處在威權的統治之下，當局同樣想方設法的去控制言論，可胡適偏偏不管這一套。他在一次蔣介石親自設下的宴席上，
當着最高領袖的面，直言不諱地指出，台灣根本就沒有真正的言論自由，沒有人敢批評總統，也沒有人敢批評他的兒子。這幾句話是冒着天大的風險的，是真正的逆龍林。可奇妙的是，蔣介石當場竟然並沒有發作。胡適這一生把一句話奉為了自己的圭臬，叫做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他寧可因為發出了聲音而死，也絕不肯在死一般的沉默裡苟且地活着。他還說過一句更加響亮的話，這句話直到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他說，現在有人對你們講要犧牲你們個人的自由去換取國家的自由，可我卻要對你們說，爭取個人的自由就是爭取國家的自由，爭取個人的人格就是争取国家的国格。因為一個自由平等的國家絕不是靠一群奴才能夠建造得起來的，一群奴才是建造不起一個自由的国家的。這句話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反反复复地去咀嚼。當我們已經習慣於用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這樣冠冕堂皇的話來說服自己乖乖交出獨立思考的權利時，胡適早在幾十年前就提醒過我們了。你交出去的不是別的，正是構成這個國家最根本的那塊基石，一個由無數個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格的個體所組成的國家。無論它看起來多麼的強大，多麼的統一，本質上都不過是一座用沙子堆起來的高樓罷了。1962年2月24日，在中央研究院第5次院士會議結束之後的酒會上，胡適正在和大家高談闊論，突然他心臟病發作，當場倒地，搶救無效，當天晚上就離開了人世，享年72歲。一個畢生都在為自由、為民主而吶喊的人，最終是在一場學術的聚會上，在和人說着話的時候，安靜地倒下的。這或許正是命運給這位一生愛熱鬧、愛說話的老人所安排的最體面的一個結局。在他身後，無論是曾經和他針鋒相對的傳統派，還是激進的西化派，都不約而同地放下了爭執，一起來悼念他，肯定他一生為自由民主奮戰到死的那一份精神。回過頭看，胡適和毛澤東這兩個人年輕的時候曾經在同一座北大的校園裡擦肩而過，一個是高高在上的大教授，一個是默默无聞的图書管理員。後來他們卻走上了两條截然相反的道路，也親手塑造了两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人選擇了主義，選擇了革命，選擇了把所有人的思想都凝聚成一股鋼鐵般的力量，去畢其功於一役，去打碎一個舊世界。而另一個人選擇了問題，選擇了改良，選擇了把獨立和自由小心翼翼地留給每一個具體的平凡的個人。歷史是很公平的，可有時候也是很残酷的。它讓這两條道路都各自走到了盡頭，然後把答案靜靜地攤開在我們的面前。胡適晚年所棲身的那一座小島，雖然在起步的時候也曾經有過威權，有過像雷震入獄這樣的冤屈和黑暗，可它終究還是一步一步的磕磕絆絆的走向了胡適一生所向往的那一種人們可以自由的批評、自由的選擇、自由的說出真話的社會。而那一片曾經把胡適當成头等戰犯，必欲將他連根拔起，將他的思想徹底鏟除的廣袤的土地上，後來又走過了一段怎樣的路？我們每一個人的心裡都有一杆秤，两條道路，兩種活法，最後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結局。胡適沒能親眼看到這一切，他在1962年就走了。可他若是泉下有知，看到自己當年那些不被任何人相信的預言，竟然一條一條全都應驗了，他的心裡究竟會是一絲欣慰，還是一種更加深沉的悲涼呢？我想，作為一個一生都深愛着這片土地的人，他大概寧可自己當年是徹徹底底的說錯了的。胡適走了，可他留下的那些話，那些預言，
卻並沒有隨着它一起遠去。讓我們最後再回到當下，回到你我所身處的這個時代。胡適在70多年前所描述過的那一種不容許任何反對，把一切意見都打成反動的政治機器，他所預言過的那一種沒有真正的自由，只剩下沉默和順從的活法，今天我們是不是依然身在其中？他提出的那5個鬼：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我們花了整整幾代人的時間，究竟是把他們真的降服了，還是只是給他們換了一身更光鮮的衣裳，讓他們以一種更隱蔽的方式繼續盤踞在我們每一個人的中間？更值得我們警惕的是，胡適最看重的那樣東西——獨立思考，在今天正在悄悄地被一種新的方式所替代。從前，思想的清洗靠的是批鬥大會，靠的是滿牆的大字報，而今天，它有了更高效也更隱蔽的工具，一條看不見的紅線劃過每一個人的手機熒幕，一套無處不在的舉報機制，讓人和人之間悄悄地多了一層提防。同事的一句牢騷，同學的一篇文章，甚至自己孩子在課堂上的一句童言，都可能在某一天变成砸向自己的石頭。我們慢慢地學會了在開口之前，先在心裡做一遍自我審查。我們把那條紅線從外面一點一點地搬進了自己的腦子裡。久而久之，許多人甚至已經忘了，原來人是可以獨立地去思考、去質疑、去判斷的。當一個社會裡的人連懷疑的本能都退化了，連說一句真話的衝動都被馴服了，這難道不正是胡適當年最害怕看到的那一幕嗎？而胡適留給我們最寶貴的解藥，其實也正是這4個字：獨立思考。他一輩子都在說，不要迷信任何權威，不要輕信任何口號，凡事都要拿出證據，自己去想一想，這究竟是不是真的。一個會獨立思考的人，是很難被任何一句口號輕易牽着鼻子走的。一個民族只要還保有獨立思考的能力，無論遇到多麼動聽的主意，多麼誘人的承諾，他都不至於把自己整個地交付出去。可一旦這份能力沒了，那麼任何一個許諾天堂的主意都可能把他帶向地獄。胡適輸掉的從來不是他的道理，他輸掉的是一個還來不及學會獨立思考，就急着要把命運托付給一個答案的時代。胡適這一生沒有什麼驚天動地的偉業，他不過是固執地做成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所有人都狂熱地相信同一個答案的時候，他始終保持着一個獨立的、清醒的頭腦，並且把自己看到的那些真相誠誠實實地說了出来。也正是因為這一份誠實，他被人恨，被人批，被人從歷史裡一筆一筆地抹去，連他自己的兒子都成了那個瘋狂時代的祭品。可是真理这個東西是很奇怪的，你可以封存他的書，可以批判寫下他的人，卻永遠無法讓他曾經預言過的那些事情不再發生。所以今天我們重新講起胡適，並不是為了去憑弔一個早已遠去的故人，而是為了找回一樣我們可能已經快要遺忘了的東西，那就是獨立思考的能力和說真話的勇氣。當教授不敢開口，當網民不敢發聲，當我們每一個人都已經學會了在沉默中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的時候，胡適那個70多年前的孤獨的身影反而顯得格外的清晰。他用自己的一生告訴我們，一個人最寶貴的東西從來都不是面包，而是在擁有面包的同時，還能堂堂正正地做一個會獨立思考的大寫的人。一個民族最危險的時刻，也從來都不是他沒有面包的時候，而是他連同自由一起把獨立思考的那份能力也徹徹底底地交了出去的那個时候。那麼今天的我們還記得該怎麼去獨立地思考嗎？我們還敢去說真話嗎？這個問題的答案，胡適已經沒有辦法替我們來回答了，他只能由我們每一個人在自己的心裡，在自己的生活裡
一點一點地親手給出回答。這或許就是那一位被刻意遺忘了的老人，在80年後的今天，留給我們所有人的最後的一道考題。